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糯米别只会用来包粽子了，今天分享一个糯米的懒人做法，比包粽子简单，比粽子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适量的糯米，这里大约是有1斤半的糯米。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，把糯米简单的淘洗一下，用手像这样轻轻的搓洗，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这样会破坏掉糯米的营养成分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掉，淘米水我们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，用手搅拌搅拌，然后给它浸泡1个小时。这是泡了1小时的糯米，现在的糯米已经吸足了水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一捏就碎了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泡好了。再把糯米控水捞出，放入蒸锅中，蒸屉提前铺好硅胶垫，防止粘连。用手给它铺平铺均匀，然后在中间搓出一些窝窝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再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3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一把葡萄干，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小把红枣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然后加1勺食盐，再加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温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食盐有杀菌的作用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吸附葡萄干和红枣沟壑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和葡萄干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然后取出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切成这样子就可以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糯米真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一颗糯米用手捏了试试看，没有硬芯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糯米取出来，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再加入刚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，再加入30克蔓越莓干，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吃的果干或者是干果，再加3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都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再下手给它揉一揉，给它揉出糯性，大约需要揉2分钟左右。揉匀后，在案板上铺上一张保鲜膜，把糯米饭放到保鲜膜上，再给它好好揉一揉，尽量多揉一会儿。再给它整理成圆形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搓成细一点的长条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然后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，包的时候尽量包得紧实一些。包好以后，
再用手搓一搓，给它搓得越紧越好。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包好后，再放到冰箱冷冻3个小时。时间到，我们取出来看看，看一下像这样完全没有冻硬的状态，用手按压还能感觉到软软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开保鲜膜，表面非常的光滑。用刀切成厚片，厚度约2厘米左右。可以在刀具上抹一些清水，这样就不会沾刀了。因为加了红枣、葡萄干和蔓越莓干，切开的颜色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 QQ 弹弹、软软糯糯，这样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也可以烙着吃、蒸着吃，还可以油炸着吃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边倒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在另外一个盘子中倒入适量的面包糠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取一个糯米饼，把它放到淀粉的盘中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，然后取出来，再放入鸡蛋液的碗中，再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鸡蛋液，然后再取出来，再放入面包糠的盘中，再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面包糠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给它放入盘中，全部做好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一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把糯米饼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开中小火慢炸。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炸30秒左右，炸至定型，用筷子给它翻一下面。现在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炸糊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关注我一下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炸至表皮变硬，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非常好吃的糯米饼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外酥里糯，里面加了红枣、葡萄干和蔓越莓干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。热的时候吃软糯香甜，凉的时候吃劲道有嚼劲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吃不完的密封好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半年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稍微解冻一下，可以像这样炸着吃，或者是烙着吃，还可以蒸着吃，都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 like，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美厨娘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